你绝对没有想到，这样一条鱼可能就价值100万，因为在恶劣的比赛环境里，食物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手的去留。现在赛程已经来到第45天，还有4名选手留在场上，其中食物最丰富的就是罗兰了。凭借着之前狩猎到的射牛，那小日子可是过得相当享受，不过都是精肉，罗兰都吃的有点嫌弃了。他今天要将射牛头里面脂肪弄出来，嘴唇和鼻子都是潜藏着不少脂肪。罗兰最喜欢就是软骨部分，吃起来特别脆。将这放到膝盖上，慢慢用刀刮，要是处理得当，接下来的日子会更舒服。罗兰觉得自己生错了时代，要是放在原始时代，肯定部落里最帅的那个仔。他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，就连柴火都要比其他选手囤积的多。名副其实的荒野内卷王，瞧瞧这么一大块脂肪，就能提供3-4天的能量了。隔壁阿莫斯就没有那么幸运，平时靠着刺网捕鱼吃，现在气温下降了许多，木杆都已经冻住，别说抓鱼了，把杆子弄起来都麻烦，用力将冰敲碎，刺网上面有不少破损，暂时是没法用了，只能等湖面结冰后再穿过冰层放网。于是没有抓到，倒是发现不一样的痕迹，凑近一看是狼的足迹，而且数量还不少。最糟糕的是，这里离庇护所并不远。阿莫斯瞬间觉得有点慌，立刻回到庇护所查看，幸好他们并没有来到这里，赶紧吃点鱼压压惊。他每次出去都觉得手指要被冻僵，为了能让食物充分利用，最好就是放到锅里煮，这样一条鱼能吃好几顿。突然一阵狼吼传到耳中，阿莫斯出去看了看，好消息是狼并不在附近，但是凭手中武器还是挺难反抗的。薅点树皮带回去燃烧。他告诉我们可以害怕，但是不能被恐惧控制住，要时刻保持冷静。他已经做好狩猎狼群的准备，也不知道其他选手怎么样呢。考利绝对是脑回路奇怪的选手，湖面都开始要结冰时，他才开始准备编织刺网到水里捕鱼。你要说他菜吗？他又凭借着陷阱抓到不少兔子。考利也觉得希望不大，但是尝试一下也不会有啥吃亏的。到岸边的路都已经长满了冰，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里面。考利时刻留意着脚下，岩石上的冰层比想象中还要滑，一路心惊胆战地走向钓鱼点，幸好并没有发生意外。考利这下终于能松一口气，拿上东西往岸边靠近。突然，考利狠狠摔在地上，幸好用连紧急刹车，这才没有摔进水里面，不过受到了不少伤害，他感觉门牙都要磕掉。幸好考利心态比较好，用纸巾将脸擦拭干净，他还笑着说给自己上了个眼影，要是换成凯瑟琳肯定又要哭哭啼啼，就差那么一点点的就掉进水里，现在可不敢放网抓鱼了。考利担心到时收网会摔进水里，为了100万奖金，他却决定等湖面结冰后再钓鱼。而凯瑟琳通过陷阱抓到雷鸟，他非常喜欢吃这些鲜嫩的肉，一口咬下去，嘎嘣脆鸡肉味。光靠目前储存的肉很难坚持到最后，这必须得狩猎到更多的食物才行。凯瑟琳决定到湖面那边看看，这边结冰要比其他选手早，估计再过不久就能够站在上面钓鱼了。赛程来到第48天，凯瑟琳这几天只能吃兔肉，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。她到湖边看看情况如何，现在冰层厚度已经能够承受住。凯瑟琳随便挑选了的地方，用斧子砸开了一个洞，现在需要耐心等待鱼上钩。这还是她第一次在冰面钓鱼，没想到真的有鱼上钩。凯瑟琳结婚那时都没这么激动，现在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。这么大一条鱼足够她吃好几天了。她又尝试将鱼线放到洞里，一会的功夫又有一条鱼上钩。凯瑟琳这运气是真的好，不知道能否延续到比赛结束呢？这个男人为了获得100万奖金有多拼，明知道狼群就在附近，也不愿意离开。他刚想出去收集柴火时，看到狼群已经将营地围了起来，距离最近的只有3米左右。这下他终于明白为啥节目组问他买保险没。面对狼群，阿莫斯只能口头警告他们，狼能感受到猎物的情绪，所以他不能表现得太害怕。幸好狼群吃完鱼肉就离开，他有点庆幸没有手抖拉弓射箭，要是再来多几只，阿莫斯身上这肉肯定要没了。虽然躲过一劫，但是储存的食物已经不多，这可把阿莫斯愁坏了。镜头来到罗兰这边，现在吃喝不愁，闲着无聊还会逗鸟。确定这次真的是过来比赛，不是来度假的吗？虽然射牛肉已经够吃，但是他实现食物多样化，打算去岸边看能否弄到点鱼。这里的岩石非常危险，罗兰慢慢往下方走，他对这边的钓鱼点非常满意。要不是这水实在太冷，真想到水里徒手抓鱼，将刺网放到水里面，一切都进行得蛮顺利的。突然远方传来声音，没想到是一群射牛。罗兰感觉有了他们的帮助，把节目组吃破产都没问题。可惜出门没带啥武器，不过带了
那弓箭也没有办法单挑牛群，至少得用猎枪才有机会。他不敢太靠近射牛，生怕惊扰到他们，主要是担心牛群会到其他选手呢。他可不想将奖金让给别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气温变得越来越低。罗兰到岸边看看刺网情况如何，寒风吹他脸上，就像被刀割一样，岩石也变得特别湿滑。罗兰一不小心就差点就要滑进水里，膝盖也受到痛击。最糟糕的是刺网吹走，这下别说回收了，刺网丢失都有可能。气得罗兰狂发电报，他也没什么好的办法，只能祈祷这湖面早点结冰。现在只想回去躺着啃牛肉。赛程已经接近过半，也不知道谁能坚持到最后呢。